小伙伴，现在只要一刷手机，满屏都在带节奏。德国工业要完，是因为没跟上时代，被电车给打爆了。这就好比一个五内俱损的武林高手倒在雪地里，你非要说他是因为没穿秋裤着凉晕倒的。你以为德国的问题只是卖不出去几辆车那么简单吗？何止啊！那些支撑起整个德国运转的千亿级本土资本，掌握着核心科技的百年大厂，全都在连夜改签机票，疯狂地把厂房、资金和设备搬离欧洲大陆。而真正在背后导演了这场大逃亡的，正是大西洋对岸那个天天满脸堆笑的美国老大哥。今天就来聊聊美国人到底耍了什么神仙手段，能让心高气傲的德国人乖乖地把百年家底拱手相送。这跟我们每个人的饭碗有什么关系？一提到德国，很多人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词语就是汽车，但我们要把格局打开，汽车只是个面子，德国工业的里子是一套庞大到吓人又极其耗能的底层系统，化工、钢铁、基础材料、特种气体。这么说吧，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兜底，你连个像样的电车外壳、电池隔膜、高级涂料、高端芯片都造不出来。那这些基础工业的命门是什么？就两条：极度便宜的能源，外加海量的钱。上个影片我们说了，德国天然气的大动脉断了，很多人对这种打击没有体感。来，上硬核数据，德国5大权威经济研究所直接把德国2026年 GDP 增长预期从 1.3% 砍到了 0.6%。你可能觉得不过就是 0.7% 的差距，有啥好大惊小怪的？等一下，这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啊！0.6连1.3的一半都不到。这就好比你开着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在爬坡，原来发动机能提供130 PS 的额外推力，结果现在油门管子突然被人一把拔了，瞬间只剩下60 PS 的动力。你说这不叫拦腰斩断，叫什么？卡车不仅爬不上去，甚至随时有溜车坠崖的风险。更恐怖的是，研究机构算了一笔账，因为能源太贵，进口能源支出上升，德国在这2年内会硬生生少掉大概500亿欧元的收入，这就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大蛋糕直接被切没了一大块，蛋糕变小了，企业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承担翻倍的成本。拿德国化工巨头 BASF 举个例子，这个是全球化工界的祖师爷，在德国本土的 Ludwigshafen BASF 拥有一个堪称工业奇迹的 Verbund 基地，这里有200多家大大小小的化工厂，它们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密密麻麻地连在了一起。 A 工厂排出来的废气，B 工厂直接拿去当燃料， C 工厂的下脚料直接送去隔壁 D 工厂做原料，他们把工业效率压榨到了人类的极限。但这一切完美运转的前提是什么？便宜的天然气。天然气一断， BASF 的老板看着每月的报表唉声叹气。为什么？因为化工厂买天然气不仅仅是为了烧锅炉，天然气更是做菜的食材，合成氨、塑料、化肥等无数化工产品都靠它。你烧锅炉还可以想办法换成电或者煤，但你做菜不能没有菜啊！这么一来就被成本给双杀了，做出来的产品成本比别人卖的售价还要高，这机器一开就等于在烧钱。所以德国制造业的核心矛盾是他得了一场伤及5脏6腑的缺血性慢性病。但是就在德国捂着伤口奄奄一息的时候，贴心的美国老大哥干了啥？递了个创可贴吗？不是，老大哥默默地掏出了一个超大功率的工业抽血泵，就是名震江湖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 IRA。 很多人一听 IRA 以为又是什么大撒币宏观政策，这法案堪称人类商业史上最阴狠、最让人无法拒绝的合规套现提款机。这到底是个什么神操作？打个比方，汉斯是一家德国顶级材料厂的 CEO， 现在国内能源成本翻了3倍，日子快过不下去了。他跑去找欧盟要补贴，欧盟一如既往的画了个大饼，补贴可以有，但是呢，你得先填800页的环保评估表格，证明你排出来的废气是香草味的，还得保证招聘一定比例的多元性别员工。填完表，等我们欧盟27个国家在议会扯皮2年半，只要没人投反对票，我们就给你发个电费打折券。就在汉斯准备要跳楼的时候，马路对面的美国老大哥戴着墨镜，拎着一箱现金和合同来了。人家不上价值，不搞虚头巴脑的审批，老大哥直接说 Bro， 别在老家受气了，来我们大北美建厂吧，只要你的项目符合条件，建新厂买设备的钱我可以通过投资税收抵免给你抵掉相当大一块。等你机器一开工，如果你生产的是符合我要求的新能源设备、电池和关键材料，我还可以通过生产税收抵免按产量在你的税单里继续给你返钱。没有废话，不用扯皮，真金白银直接在财务报表里抵扣。汉斯当然心动了，但有点不踏实，条件是有人，
但我建新厂前几年肯定亏本啊，我连盈利都没有，根本不用交税。你给我这一大堆的抵税券有啥用啊？我能拿它去给工人发工资吗？这个时候，美国老大哥邪魅一笑，我的抵税券呢是可以依法转让并提前换成现金的。你绝对没有听错，美国人在 IRA 埋了一个王炸 Transferability， 它直接规定，如果新能源企业自己用不完这些税收抵免额度，可以直接转让给其他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什么意思呢？如果汉斯用不完，可以直接转手卖给像摩根大通、高盛、苹果这些每年光交税就交到手软的超级巨头。对这些巨头来说，花9000万现金去买汉斯1个亿的免税额度，他们合法省了1000万的税，而汉斯呢，直接拿到了9000万的现金救命款，双赢呢。这谁顶得住啊？美国直接把原本死板的国家税收优惠变成了一个可以依法转让、直接换钱的现金流工具，天才！看到汉斯还在犹豫，老大哥眼神一变，露出了獠牙。对了 bro， 顺便提醒你一下，我这边买家只有买美国制造或者满足本地化要求的东西，才能更舒服的享受补贴。你要是坚持在欧洲老家不出来，想在欧洲造好东西，再装船运到美国来卖，不好意思，关税大棒加上本地化门槛伺候，你自己看着办。言下之意就是，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细品，一边是高成本慢审批画大饼的欧洲老家，一边是建厂就能拿到大额税收抵免，抵免额度还能依法转让换现金，外加关税和本地化门槛强行逼迫的蜜糖与鞭子组合。如果你是德国工业巨头的 CEO，这还有的选吗？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倒霉工厂自己扛不住了，出去避避风头。美国这波吸走的是一整条供应链，最难啃的重资产和能源被吸走了。BASF 在德国本土 Ludwigshafen 那个超级化工基地，一边在本土狠狠干重组，砍掉23亿欧元成本，那些废电废气的老车间说关就关。另一边却在美国继续砸下几十亿美元，轰轰烈烈搞扩建，而且还不只是化工。Siemens Energy 在2026年初也宣布要往美国砸10亿美元扩电网设备和燃气轮机产能。美国要的根本不只是你最后卖出去的产品，它连你那套核心装备都想一锅端了。整车和终端制造也被吸走了。奔驰在2026年宣布要往阿拉巴马继续砸40亿美元，宝马更是早早就掏出17亿美元在南卡铺电动车产线。现在连北美首个冲压车间都干起来了。大众集团更干脆，直接把新品牌的扩张落户到了南卡。这说明什么？说明面向美国市场的车，大家越来越懒得在欧洲造完再运过去了。要命的是，底层供应链也被吸走了。德国真正撑起制造业的，从来不只是车企和化工，还包括一大堆平时没人注意但少了谁都不行的零部件和设备厂。 Schaeffler 跑到俄亥俄州建厂补贴拿到手软， Bosch 更是把最前沿最科幻的氢能模块产线也直接落户在了南卡。在德国本土成本高审批慢的背景下，老工厂虽然还能苟延残喘，但是企业口袋里每一笔新增的钱，每一个本来可以留在欧洲的新项目，每一个最新的研发团队都优先落在了北美。这比直接倒闭还要命，因为这意味着德国本土被剥夺了未来的成长权和造血能力。好，你可能觉得资本外逃，超级大国互相捅刀，这都是几千亿欧元的宏观游戏，跟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我跟你讲，美国吸走的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资本，它吸走的是你未来10年的工资涨幅和阶级跨越的通道。你想想，当企业把最赚钱的新项目和研发中心搬去美国了，留给德国老家的是什么？是一个能源死贵、利润暴跌的烂摊子。老板一算账，为了保住利润率，唯一能捏的软柿子是什么？是身为员工的你呀。于是你突然发现你们部门开始了冻结招聘，隔壁老王离职了，老板不招新人，让你一个人干1个半人的活，还拍拍你的肩膀说我们要共克时艰。你在德国加班，掉着头发给老旧的史山系统打补丁，老板拿着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去给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新工厂买了好几台最先进的机器。表面上看，这台抽血泵是在掏空德国制造，实际上掏空的是你的升职通道和被锁死的工资。最后我就想问问屏幕前的你，面对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产业大转移，你在你自己的公司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只砍福利不加薪，一个人当2个用的寒气？或者你们公司最近有没有偷偷的把业务转移到了海外？欢迎在评论区比惨。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